今天我们听南齐书，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仅仅存在了20多年的短命王朝，凭什么能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最深的一道刻痕？他历经7任皇帝换届，平均在位时间不到3年半，速度之快令人咂舌。在传统的史书叙事里，这种快闪王朝通常只配拥有几个干瘪贬义词，然后被匆匆翻过。但南齐是个例外，他在最血腥的政治绞肉机中心，在最癫狂的权力游戏里，竟然催生出了影响后世1000年的科学、美学与哲学火种。这就是南齐，一个在极度的政治疯狂与极致的理性爆发之间反复横跳的奇葩王朝。它不仅诞生了将圆周率推演到小数点后7位的科学巨匠祖冲之，奠定了唐诗平仄音律基石的永明体，甚至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最硬核的无神论大辩论。要理解这段被极度压缩的历史，我们不能用看常规王朝的眼光，我们必须先回到那个旧秩序彻底崩坏、人性陷入集体癫狂的刘宋末年，去看看这颗文明的种子是如何在粪坑与血泊中开出花来。公元5世纪中叶，南方的刘宋皇室疯了，不是比喻，是集体性的精神崩溃。当时的皇帝们仿佛在进行一场关于残暴的极限竞赛。宋明帝刘裕因为极度的权力猜忌，将自己的亲手族像猪一样关在木笼里喂食，甚至给他们起名叫猪王、杀王。而接替他的后废帝刘裕则是一个纯粹的病态杀人狂。这个年仅10几岁的少年天子最喜欢的消遣是深夜带着随从在建康城的街头随机刺杀路人。他随身携带的不是宝剑，而是锯子、凿子和锉刀，只为了在月光下亲手解剖那些还在抽搐的躯体。观察内脏的纹理，当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把杀戮当成唯一的解压方式时，整个官僚系统和士族阶层陷入了集体的窒息。在这种极端的恐惧与混乱中，寒门将领萧道成凭借其极致的实用主义逻辑，从权力的缝隙中杀了出来。萧道成出身于被世家大族瞧不起的甘楚兵家，在那个血统论至上的时代，他的每一步登顶都踩在薄冰之上。刘裕曾因一时兴起，要在萧道成赤裸的肚皮上画个靶子，练习射箭，箭尖以抵住皮肤，冷汗顺着肋骨滑落，但萧道成面不改色，靠机敏的闪躲和极度的隐忍活了下来。这种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看透了一个底层逻辑，在旧秩序崩坏的零和博弈里，道德是废纸，唯有握紧手中的兵权才是唯一的真理。公元479年，萧道成正式代宋建齐，他面临的第一个课题是建立统治合法性。对于一个靠暴力上位的兵家来说，最好的武器就是对前朝奢侈乱象的拨乱反正。萧道成开启了南齐初年那场著名的极简主义政治，他下令铲掉宫殿里所有的华丽装饰，将金银器皿熔掉充公，自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这种近乎偏执的节俭，本质上是在向天下释放一种契约信号，那个变态且挥霍的时代结束了，新朝廷将提供稳定的预期。然而，表面的克制掩盖不住南齐政权强干弱支的系统性缺陷。萧道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武将夺权后的信任危机，只能将子弟分封到各地，寄希望于血缘护城河。他没料到，这道护城河最终成了淹没整个家族的决堤之水。就在这种权力交替的阵痛中，南齐迎来了他最灿烂的科学与文化爆发期。这一时期的建康城不仅仅是政治的漩涡，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理性的光芒以4种截然不同的维度完成了对那个野蛮时代的降维打击。第一个维度是科学技术的硬核破壁，最耀眼的明星莫过于祖冲之。在南齐初年相对安稳的政治气候下，祖冲之在健康的华林学省里开启了对宇宙逻辑的终极密码破解。当朝廷还在为礼仪和杀戮争论不休时，他已经运用极其原始的算筹，通过割圆数将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到了小数点后7位，即 7.141592 路到 C.14159227 之间。这个被称为幂律的数值，即155每110，
可领先了世界整整1000年。但祖冲之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个躲在象牙塔里的计算器，他是一个硬核的黑科技工程师。他在健康制造出了失传已久的指南车，甚至利用水力发明了高效的水吞魔。这种对理性的极致追求与深宫里迷信因果、混乱无序的权力游戏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对照。他不仅在数学和机械上封神，还是那个时代最勇敢的学术挑战者。他编纂了极其精确的大明历，却遭到了权臣戴法兴的无理打压。戴法兴认为天时有常，不可随意改动。祖冲之却在朝堂上展开了一场硬核的逻辑辩论，直言虚推古人，空信旧术。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那个尸伪迷信横行的年代，简直是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深层动机是什么？其实祖冲之对数学的痴迷是当时士人阶层在政治高压下的一种集体心理防御。既然现实社会充满了不可控的杀戮，既然权力的更迭毫无逻辑可言，那么在数学、天文与机械的绝对律动中寻找秩序，就变成了他们最后的精神避难所。当现实的权力游戏沦为荒诞的盲盒，唯有宇宙的数学法则能提供永恒的确定性。第二个维度是文化美学的精密重构。如果说祖冲之用数学丈量了苍穹，那么沈约等人则用音律重塑了汉语的古象。在研究佛经转读时，沈约、周等人意外发现了汉字发音的声调规律，他们总结出了平上去入4声，并制定了严格的8并禁忌。从这一刻起，中国人的诗歌从魏晋时期情感的信马由缰，正式进化成了精密的声学艺术。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咏鸣体，他们开始苛求每一个字音的起伏，每一次平仄的交替。这种对音律的极致强迫症，本质上是对现实失序的心理补偿。在朝堂上，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但在诗歌的格律里，他们是绝对的造物主。他们在平仄的格律里建造了一座座声学堡垒，把乱世的噪音过滤成了大唐的盛世回音。第三个维度是哲学思想的底层结构。如果说祖冲之用数学逻辑丈量了苍穹，沈约用音韵逻辑重塑了美学，那么范缜则用哲学逻辑直接拆解了神权。在南齐皇室与士大夫集体沉溺于佛教因果，试图以此来消解政治杀戮带来的罪恶感时，范缜抛出了那个足以动摇南朝统治根基的命题神灭论。他提出了一个极其硬核的逻辑类比，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就如同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他在辩论中直言，未闻刃眉而立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从未听说过刀刃已经不复存在，而锋利这种属性还能独自留在世间。这不仅是一场哲学探讨，更是对当时社会底层代码的直接篡改。范缜主张的形神一元论直接挑战了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神圣性。如果灵魂随肉体一同消灭，那么皇权宣扬的受命于天和氏族标榜的血统贵贱都将失去超自然的解释权。当时笃信佛教的净灵王萧子良组织了规模宏大的学术围剿，发动朝中数百名僧侣与名士，对范缜进行轮番言语轰炸，甚至用高官厚禄来威逼利诱。面对权贵，范缜展现出了与祖冲之如出一辙的科学风骨。他拒绝为了卖命钱而阉割自己的逻辑，他大笑回应，使范缜卖论取关，以致令仆矣，何至中书郎也？当神佛的香火试图掩盖权力的血腥，范缜用一把逻辑的手术刀剖开了那个时代最虚伪的信仰底色。南齐的文理科同步爆发，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华夏文明在极度压抑下完成的一次向内求索的降维打击。这种精神避难所虽然脆弱，却为后来的文明高度储备了最核心的养分。然而理性的火种终究难以照亮阴暗的深宫。当名士们在鸡笼山的雅集中为每一个音节的平仄反复推敲时，当祖冲之在烛光下拨动算筹推演星辰时，他们脚下的健康城正不可挽回地滑向深渊。公元490科年，齐武帝萧军病逝，南齐短暂的平静宣告终结，皇位传到了他的孙子萧昭业手中。这是一个在极度压抑下长大的青年，他的继位
更像是一场针对祖辈节俭家风的疯狂报复。他在位不到1年，却以自杀式的方式挥霍国库，最终被权臣萧鸾废杀。萧鸾的上位是南齐历史上最血腥的转折点。如果说之前的斗争还是为了政见和利益，那么萧鸾开启的则是纯粹的生物学灭绝。他深知自己并非嫡系，皇位是抢来的，这种先天合法性的缺失让他陷入了一种病态的权力被害妄想症。为了确保皇位能稳固地传给自己的子嗣，他开启了在南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宗室大清洗。这里呈现出一种极其恐怖的人性撕裂。萧鸾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当他准备下令处决一位至亲皇族时，他都会先在佛像前焚香哀泣，表现出极度的痛苦与无奈。他在杀人前后的忏悔并非全是演戏，那是他试图通过宗教仪式来洗刷政治血债的一种自洽逻辑。这种一边礼佛一边举刀的场景，正是南齐中后期政治生态的缩影。皇权已经异化成了纯粹的生存竞争，所有的亲情与伦理在冷酷的权力逻辑面前都化为豌豆粉。萧鸾在位期间，不仅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也陷入了与北魏的反复拉锯。南齐的国力在不断的内耗与杀戮中迅速萎缩。公元490年，萧鸾在病榻上闭上了眼睛，他以为自己已经通过肉体消灭的方式为后代扫清了所有障碍，却没料到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已经彻底丧失了信任基石的空壳帝国。接替他的是他的儿子萧宝卷，也就是那个即将把南齐带入末日狂欢的东昏侯。如果说萧鸾的残暴是为了稳固权力，那么萧宝卷的荒唐则是为了逃避这种被血色笼罩的权力。南齐的最后5年就像一场在火山口上举办的盛大葬礼。萧宝卷最著名的嗜好是犯夜，他带着数千名禁卫军在健康街头深夜狂奔，要求所经之处必须绝对清场。曾经繁华的健康夜市因此沦为鬼域，百姓为了避祸纷纷钻入地窖。这种对公共空间的极端占领，本质上是他试图在父亲杀戮的阴影外寻找一种病态的绝对掌控感。当街头的刺激逐渐冷却，萧宝卷又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魔幻实验。他在皇宫里直接复刻了一个大市集，他命令数千名宫女和太监扮演屠夫、商贩和小偷，甚至在宫中设置了专门处理交易纠纷的行政机构。而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他，竟然亲自披上油腻的围裙，在肉摊前娴熟的操刀切肉。这种身份的彻底倒错，绝非由于他向往平民生活，这是对南朝赖以生存的礼教秩序最赤裸的践踏。当皇帝亲自当起了屠夫，南齐政权赖以维系的道德合法性便彻底崩塌了。在这场荒诞剧的中心，是那位中国历史上极度奢靡的符号潘玉儿。为了取悦他，萧宝卷将南齐初年积攒的财政家底挥霍一空。他下令凿穿了皇宫的大理石地板，在空隙中填满黄金，铸造出朵朵栩栩如生的莲花。当潘玉儿赤脚踩在这些金莲上行走时，那种摇曳生姿的美感让萧宝卷发出了步步生莲的惊叹。镜头拉远，一边是金莲上摇曳的赤脚，一边是凿穿地板填进去的本该用于赈灾的黄金。为了筹集这些黄金，搜刮的官员甚至冲入寺庙，刮进佛像表面的金箔。这种由于极度物欲导致的财政赤字，直接诱发了南齐政治信用的大跳水。此时的南齐社会呈现出一种近乎折叠的荒诞状态。由于南方极度缺乏铜矿，加之官方铸币权的流散，南齐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钱荒。市面上流通的是民间私铸薄如蝉翼的简边钱，百姓在交易时甚至需要带着天平去称量钱币的重量。传统的士族依然守着宽袍大袖，蔑视金钱的清高，却在现实的匮乏中沦为权力的附庸。而掌握实权的韩人阶层却通过掌控贸易，实际上主宰了帝国的运行。整个帝国就像一个穿着华丽锦袍，内里却爬满虱子的怪物，在悬崖边上跳着最后的探戈。在这种极致的压抑与荒谬中，健康城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那最后一声清脆的破碎。
公元500年，雍州刺史萧衍借兄长被杀之名，正式起兵讨伐。萧衍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将领，更是当年鸡龙山净陵八友中的顶级门阀精英。他的起兵实际上是整个士族阶层和军工寒门对萧宝卷那种癫狂统治的一次集体止损。萧衍的大军如洪流般顺长江东下，沿途守将大多望风而降，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负，更是人心的彻底更迭。公元501年的那个深夜，当萧衍的先锋已经包围建康城时，皇宫内部爆发了最后的背叛。禁卫军将领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新朝寻找活路，深夜带兵潜入后宫。当屠夫皇帝萧宝卷被刺死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寝殿时，当潘月儿的白绫勒紧在脖颈上时，南齐这出长达20多年的血色悲剧终于迎来了他的终章。萧衍入城后展现出了冷静而果决的政治手腕，他下令勒死潘妃，并随后迫使傀儡皇帝禅让，正式建立了梁朝。南齐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快闪而过的王朝，虽然在政治上留下了一地鸡毛，但它所孕育的文明火种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延续了下来。最典型的讽刺莫过于祖冲之的命运。祖冲之在南齐时代其一生未能被官方正式采纳的大名利，最终在萧衍的大梁王朝得以颁行天下。这似乎在暗示南齐27年的动荡本质上是一场为新时代清理废墟的阵痛。回望南齐，它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缩影。它在政治上冷酷且疯狂，宗室相残的烈度达到了南朝的巅峰，但在科学与文化上，它又是一个理性与灵性并存的黄金时代。祖冲之在这里计算出了领先世界1000年的圆周率，沈约在这里确立了汉字发音的音韵规则，范缜在这里抛出了震撼神学的神灭论。这种极端的混乱与极端的理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时代。南齐的20且年像是一场高热度的文明突变，它烧掉了刘宋末年的腐朽，也烧出了足以支撑后世1000年的思想框架。当我们再次翻开南齐书，看到的不再仅仅是那些荒唐的暴君和血腥的屠杀，更有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坚持推演星辰、推敲声律的孤独身影。这种在废墟之上重建秩序，在杀戮之中寻找真理的坚韧，才是华夏文明在那个动荡世纪中得以延续的终极秘密。南齐虽然短命，但它所激发的理性光芒与美学基因早已如秦淮河水一般，悄无声息地汇入了中国文化的永恒血脉。南齐书到这里就讲完了。我一直坚信，只有那些扛住了几千年时间考验的文字，才真正值得我们去反复咀嚼。那些被快节奏生活冲刷掉的思考能力，需要我们在古籍里把它找回来。历史从来不是固纸堆里的陈年旧事，它是前人踩过的坑，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压力测试。看懂了南齐的疯狂与理性，你就能看懂今天许多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关注我，借古人的光照亮今天的路。